这就是你们这批人接下来的口粮。这点粮，熬粥都不够吃几顿啊！能吃3日。姐姐，3日后怎么办？从今日起，你们就是寒江村的流放犯。3日后，没有官粮，没有义粮，活得下去是本事，活不下去是命。官爷，求您开恩，我们一路走到这儿，早就没力气了，3日粮怎么活？少废话！大清朝有律，流放边疆，自谋生路。你们若敢逃，按逃犯处置；若敢抢村民粮，按盗匪处置。田三爷，这批人分到咱们村了？哼，分就分，村里自己都吃不饱，谁还能养他们？看这样子，3日后就得抬人了。都听好了，寒江村的柴和粮、船和网都不是白给外人的。你们想活命，自己想办法，别伸手。谁敢乱碰村里的东西，我剁谁的手！姐姐，我们真的要死在这儿了。几十个人分一袋，若是每人只吃一小把，确实能撑3日。3日后呢？只能等死吗？那是活水。姐姐，你去哪儿？去看看。看江做什么？江都冻成这样了。那是鱼，水在动，鱼也在动。现在只有3日粮，必须赌一把。寒江里有鱼。姐姐，你说什么？寒江里有鱼，不能坐着等死，还能动的人，跟我去钓鱼。钓鱼？这冰这么厚，怎么钓啊？我们连网都没有。这里鱼精得很，老渔人都钓不到，这不是白费力气吗？姐姐在京城里连柴都没劈过，如今倒会钓鱼了。要是折腾半日，一条鱼都没有，晚上连粥都喝不上。姐姐，别逞强了，最后钓不上来，这责任谁担？守着这袋粮，3日后还是死。他叫萧寒，押送名册上的罪人旁支。现在还有力气，试一次，至少有活路。可要是失败呢？失败只是少睡半日，什么都不做才是真正等死。愿意跟我试的就动手，竹竿、麻绳、旧针全找出来，体弱的留下烧水，孩子别靠近冰面，女人搓线，男人削竿，手稳的跟我下冰。姐，我跟你去。你身子还没缓过来，别乱跑。娘，再不跑，3日后都没力气跑了。鱼儿，你有几分把握？爹，我不敢说10成，但我看见冰下有活水，只要有活水，就有鱼。那就去。唉，你们父女俩都是倔的，这个能不能做钩？能。娘，那可是你最后一根簪子。人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要簪子做什么？姐姐，若是钓不上来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沈家现在最怕的不是丢脸，怕饿死。姐，我拿篓子。我看冰面。你懂冰？略懂。那你跟在我左侧，冰面若裂，立刻喊人退。这里。姐姐，要不换个深点的地方，万一钓不上来，大家以为你故意乱选。拿石头砸冰。我来。停！这么小的洞，鱼能出来？别说鱼了，手都伸不进去。我看就是装样子。姐姐，要是没鱼就早些回去吧，粮能省一口是一口。姐，动了！嘘，上了，真的上了！退后，别踩进冰口。陈安，拿篓子。真钓上来了！姐，这么大，够熬一大锅汤。真的有鱼了！姐姐可能真是运气好。是不是运气？明日再看。今日先钓1条，不能贪。沈姑娘，再钓几条吧。第一次下冰，工具不牢，想活久一点，就得守规矩。听他的，先回去。娘，姐钓的，真钓到了。娘，先烧水，鱼汤多加水，老人孩子先喝。姐姐，我们自己也没吃饱。这条鱼
是给大家看活路的，不是只给沈家吃的。可这是你钓的，正因为是我钓的，我知道下一条还能钓。可若现在有人饿倒，明日谁跟我凿冰，谁跟我抬鱼？给孩子喝。沈姑娘，这怎么行？孩子冻了一路，先喝热的。鱼儿，你长大了。爹，喝完歇着，明日你帮我记人名。好，我记。姐，明日我还跟你去。你负责背篓，不许乱跑。行。姐姐，今日我看错了。明日别只看，动手。我能做什么？搓线、分饵，看孩子。好。那股凉意又来了，比白天更清楚。不是一条，是一大片。如果明日抓住机会，3日粮的死局就能破。鱼群越大，动静越大，天老三一定也会发现。鱼群换到了，天亮就会散。姐，又有鱼。叫醒能动的人，拿竹竿、麻线、绳子，天亮前去冰面。昨天才钓1条，今天就折腾大家，冻坏了怎么赔？现在不去，等粮吃完再去，就没有力气了。姐姐这么有把握，别又是撞运气。是不是运气？去了就知道。姐，他故意的。让他叫，人越多看得越清楚。大清早不睡觉，来河边喝风啊！去昨天的冰洞吧，非要换地方钓不上来，别怪冰面不好。姐姐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怕昨天那地儿没鱼，才故意换个生僻位置。这种破冰口，连我都看出不像好地。沈姑娘，要不换回去，还去昨日那个地方？昨日那地方被经过了，鱼群不会一直留在那。姐姐，你说的倒轻巧，反正鱼不上钩，也都是你有理由。断层朝东，水泡西来，下面有回流，这里是鱼群换道口。这里开小洞，不许砸大，动作轻。这样够不够？够了。姐姐，大家都冷着呢，若是真没有鱼，早些回去能省点力气。动了，真上了！姐，比昨日那条还肥，真的有鱼！你们记住，冬鱼不一定在深处，它们会沿着活水走，看水泡，看薄雪断层，听冰下回流水声。冰面平整不一定有鱼，看着乱的地方，反而可能是鱼道。沈姑娘，这泡怎么认？死泡不动，活泡成串，死水黑，活水亮，乱凿会惊鱼，也会伤人。想跟我学，就守规矩，不听指挥，别分鱼。沈荣，你在干什么？这里也有泡，我自己走，别走！抓住！你不能再靠近！抓紧绳子，其他人趴下一起拉！1、2、拉！姐姐，我错了。寒江能给人活路，也能要人的命。我以后听你的。张苏一根杆，李强半篓饵，沈安背鱼篓。姐，这边又上一条！有口粮了，不用等死了。这2条熬汤，给老人孩子，剩下的按出力分。谁出力我都记了，不会乱分。那袋粗粮还剩大半，我们有了稳定口粮。鱼儿，来看看这是什么？黑子鱼不常见，
深湾里有大鱼群。姐，是不是又有鱼？深湾入口是田老三霸着的地方。明日我们去深湾。姐，就这几粒东西，真能说明深湾有大鱼？普通鱼子颜色浅，散得软，这几粒黑亮发沉，是黑子鱼肚里的。韩江老人说过，黑子鱼不单独走，他们跟着大鱼群换水道。那我们今天去深湾？不急，不急，深湾有鱼，咱们还等什么？深湾被田老三霸着，我们没船没冰凿，没长绳没路，现在硬闯，鱼没钓到，先被他堵回来。那怎么办？先把鱼带进边城，换米换盐，换油换布，人吃饱了，手里有东西，才有资格谈深湾。我去背鱼，我去记账，谁家鱼换了多少粮，我来写。我昨天说错话，也做错事，以后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那就记清楚，鱼是大家一起钓的，粮也不能乱分。沈姑娘，今天还钓吗？昨晚孩子喝了鱼汤，清早终于不烧了。若还能钓，我也能去搓线。今日先不钓，我们带韩鱼进城换粮，换回来的粮按昨日出例名册分。老人孩子先领热粥。进城卖鱼，边城人收咱们的鱼吗？要是被压价怎么办？路上会不会被抢？这鱼新鲜，肉厚，边城缺肉，就一定有人要。怕被压价，就不只问一家；怕路上出事，就结伴走。萧大哥，你去过边城吗？去过。知道哪条路进城快，哪条路少遇人吗？知道。那你跟我们一起去。你信我？昨日你拦人上冰，救了沈柔，护了冰面，我信你一回。好，我带路。哟，沈大小姐，要把这鱼往城里卖？换粮。韩江村的鱼，你们流放犯说换就换，问过我了吗？鱼是我姐钓的，凭什么问你？你又算哪根葱？路人，路人也敢管我的事儿？这里不是深湾，人家进城换粮，你拦什么？行，今日我不拦你们，谁敢收？别到时候鱼臭了，又跪着求我。他才臭！沈安，别惹事儿。你现在倒会劝人了。换我背，你歇会儿。停！死人！没死。拿水囊。水不多。人还活着，先喂2口。你不怕他是麻烦？怕，但见死不救，今晚睡不着。说他醒来反咬你，那就当我倒霉。但他还没反咬，他只是快死了。姐，用这个按住。你们是谁？路过的流放犯。是你救了我。我们一起救的。别动！我姓萧。你也姓萧？韩州姓萧的人不少。姑娘救命之恩，我记下了。今日不便多说，他日一定还你。不用还大恩，我们要进城卖鱼，只条不被压价的路就行。你只要这个？我们缺粮，不缺麻烦。进城别走正街鱼市，有周掌柜的人会被压价。田老三的手能伸进城里？鱼贩能。走哪儿？东门小路，米铺后巷找罗掌柜，他只看货，大韩鱼换半袋粗米，进城晾鱼鳃，价就抬得起来。记住了。你的人会找你。会。我们走。沈姑娘，你怎么知道我姐姓沈？韩江村最出名的，不就是会钓鱼的沈姑娘？那你记住，沈家姑娘现在只缺粮。会记住的。姐，那人肯定不普通，万一是贵人呢？别多问，贵人也得先活着。我们现在先换粮。流放犯！去，我这里不赊粮。今早破冰钓的，鱼腮红、鱼眼青、鳞没破，自己看。这鱼不错，
你开价。2条大鱼换1袋粗米，3斤盐，1小罐油。贵了。那我去下一家，韩江鱼不愁卖。等等，没去过鱼市，我再添2捆柴，以后有新鲜韩鱼先送我这儿。可以，但每次按大小定价，不能一次压死。小姑娘挺会做买卖，不会做买卖就活不下去。搬米拿油，取救棉布。粗米1袋，杂粮半袋，盐3斤，油1罐。姐，咱们真换回粮了。回去。啊！这事儿真换回来了。我姐换的，2条鱼换1袋米。今日换回的粮我都记清楚了，按昨日名册分，老人孩子先领粥，出力的人再分口粮，谁也不许抢。二姑娘昨日还不信，今日倒管起账来了。昨日是我看错了，以后我跟着学钓鱼，也帮姐姐管鱼货。谁要是乱分乱拿，我第一个记下来。鱼儿，沈家欠你的。爹，别说欠，明日写名册还得靠你。我写。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强。姐，你去哪儿？看水。我跟你去。姐姐，怎么了？3日内，深湾会有大鱼群。那我们去捞鱼啊？去不了。深湾入口有田老三的人，他有船，有冰凿，还有打手，没有通行路。他凭什么霸着？凭他在村里横，凭村里人怕他。若鱼群真来，你准备怎么做？先找路，再找工具，实在不行就绕滨岸。绕滨岸危险，不绕，只能看鱼群过去。我们等不了1个月。你一定要去，一定要去。沈姑娘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田老三听说你厉害，带人去堵口了。他让人传话，沈湾是田家的水，谁敢下竿，他就砸谁的鱼篓。欺人太甚！姐姐，怎么办？明日去深湾。他堵着呢。那就让所有人看看，他凭什么赌。也该看看了。昨夜鱼群压过的感觉还在，3日内必经深湾，错过这3日，大家只能靠小鱼熬命。姐，我都准备好了，鱼线、绳子都带了，出力名单我也带了。田老三已经让人堵了深湾入口，所以才要早去。他要是敢拦，我就跟他拼了！你拼不过他。田老三有船有打手，还有村里人撑腰。绕滨岸太危险，正面硬闯更不行，手里没筹码压他。要不先找村正？村正怕田老三，就算愿意说话，也拖不起。鱼群不会等我们。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姐，是昨日那个姓萧的。他怎么找来了？属下赵平，见过王爷。沈鱼，我不是普通流放犯。看出来了。姐，你早看出来了。普通流放犯不会看冰面拦人，更不会让打手忌惮。那你为什么不问？问了也没粮，你自然会说。我是大清朝韩州王萧寒，奉旨镇守韩州，暂管军政。民女有眼无珠，见过王爷。先别跪。王爷亮身份是为深湾来的，不是来看客的。大胆！他说的对。王爷知道深湾，就该知道田老三，他堵了入口。知道。深湾是田家的？不是，深湾是关水之湾，百姓可按季捕鱼，不得私占，不得收过路费。田老三就是强占，他仗着破船和地痞，控制深湾入口。村里人告过，没人敢作证。他不给别人活路，王爷要办他。证据不够。他都堵入口了，还不够。堵路能说是防人乱闯，防流放犯采薄冰，强占关水，需要人证、物证、账证。王爷想让我去深湾钓鱼，引他露把柄，也想让百姓看见深湾不是田家的。
有人守规矩捕鱼，官府就能护。王爷能给我什么？沈姑娘，王爷肯帮忙，已经是恩典。鱼群3日内过湾，没船没冰凿，没长绳没大鱼篓，去了也是白去。靠恩典钓不上鱼，靠工具才行。你要什么？2条渔船，4把冰凿，10根长绳，20个大鱼篓，还要能镇场的人。可以。鱼钓上来后，分配按我的规矩，老人孩子先领口粮，流放队伍分活命鱼，剩下的供城主府，供军营和百姓。谁出力谁分鱼，谁坏规矩谁出局。你不给自己多留，我若只顾自己，今天没人跟我去，明天也没人信我。寒江鱼群，不是一人能吃下。好，我的条件也一样，3份归流放者和贫弱，1份供边城百姓，1份供韩州军营，剩下的由你带人售卖，账册必须清楚。好，我能记账。你，我以前不懂事，但我会写字，也会算账。姐姐让我记，我就记。他能记，那就走。调船，取绳，借冰凿，护卫换便衣跟上，别惊散村民。是。这回真能去深湾了。沈姑娘，我们能去帮忙吗？能，但听规矩，不会凿冰的搬鱼牢，不会下钩的搓线，老人孩子留在岸边，不许上冰。都排好，别挤。报名出力，按名字记：张叔搬篓，李猛搓线，王伯看火，赵大哥拉绳。沈大小姐，你还真敢来！深湾今日要开钓，看清楚，这里是田家水湾，没有我的话，谁都别想下竿。田家水湾，嘿嘿，你又来了，路人是吧？昨日让你多管闲事，今日还敢出头？韩州王在此，谁敢拦关水？深湾何时成了田家水湾？王爷，小人祖上就在这儿捕鱼，怕他们乱闯出事儿。怕出事，所以收过路费，不许别人捕鱼。你少血口喷人！真为安全，你别拦，非要拦，说明你怕鱼被别人钓走。开路。行，你们钓，别空手而归，怪我。水温极低，鱼群就在下面，很多，很大。1号洞开这儿，2号芦苇根，3号往西10步。装的倒像回事儿。有把握？鱼在下面。你怎么知道？水色深，丁下有沉响，大鱼走回流，不走死水。拉绳，顺着他走，给俺拿大篓。大鱼姐，大鱼！退后，别乱踩冰。运气。继续。又上了，这里也有，连着2条银鲤鱼。别急，一条一条收，小鱼放回去。姐，装不下了，这个篓满了。换空篓，满篓抬到岸边，沈柔计数。1号洞，黑背韩鳞1条，大韩鲤2条。王爷，他不是普通会钓鱼，原来深湾里真有这么多鱼。田老三扒了这么多年，自己偷偷吃鱼，让咱们挨饿。今日不只是钓鱼，今日钓起来的是人心。停！姐还在上鱼呢。沈姑娘，再钓几条吧，这可是大鱼群。鱼群还要过水道，今日钓够活命就行。再钓惊散深湾，后面几日就没鱼了。可这么多鱼，想吃一顿饱，还是想天天有鱼？听他的，收竿。先分口粮，老人孩子1份，病重者1份，出力的人按名册分。剩下的大鱼整理好，一部分送边城换粮，一部分供军营。老人孩子先领，病重者先领，出力者按名册领，剩下入公楼。沈姑娘，
你自己呢？沈家按出力拿，绝不多拿。姐，你忙了一整天，凭什么不多拿？因为鱼队要立得住，第一天就不能乱。按沈鱼说的办。别跪，以后能干活就来。来，我一定来。姐，咱们活下来了。今日出鱼27条，大鱼9条，中鱼14条，小鱼放回4条。记清楚，回去后鱼头鱼骨分开，能熬汤做饵，一点都别浪费。停下！这些鱼都是我的，谁也别想带走。你又想干什么？田老三，你别太过分，这是我姐带人钓的。你姐算什么东西？这深湾是我田家的水。对，没有三爷点头，谁也别想带鱼走。沈姑娘，要不先退吧，这些人真敢动手。沈鱼，我也给你条活路，今日的鱼全留下，明日起替我钓鱼。田家拿7成，你们拿3成。凭什么？凭我有船有人，凭这深湾是我的，凭你们是流放犯，不服就滚出韩江村。哼！姐姐，你说深湾是田家的，有官府契书吗？有地契，有水契，有官府盖印吗？拿出来。深湾归田家管，韩江村谁不知道？还用什么契书？管和占可不是一回事。少给我咬文嚼字！一个流放的罪女也配跟我讲契书？我是流放犯，也知道官府的东西绝对不能私占。拿得出契书，我一条鱼不带走；拿不出，就别挡路。把鱼篓全给我扣下！谁敢拦，就把他的鱼竿砸断！姐，他们要抢鱼！谁敢动？你又想管闲事儿？我忍你很久了。韩州王令在此，谁敢造次？王爷，不可能，他不是流放犯吗？放肆！王爷奉旨镇守韩州，暂管边关军政，你私占关水，威逼百姓，还敢在王爷面前强抢！王爷饶命，是自愿让我们来的。王爷冤枉，小人只是替村里管着深湾，怕流放犯乱来。你怕人死，所以要拿7成鱼。你少胡说！韩江深湾属关水，不属田家，百姓可捕鱼谋生，但不得私占水湾，不得私设路卡。从今日起，深湾木牌拆除，田家船网全部登记。你收过的钱、扣过的货，本王让人一笔笔查。王爷，这都是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？查了才知道。记下明姓，风水牌，再组渔获按扰乱关水处置。王爷明察，他不许我们靠近深湾，我儿子被他打断腿。我家男人交不起过路钱，鱼篓被他们全砸了。你们胡说！忘了村里谁说了算吗？都记下。沈鱼，别得意，韩江水深，鱼不天天往你沟上撞。你放心，鱼认水，不认田家。姐，鱼保住了！姐姐，我们能带鱼走了。王爷，今日靠你，但鱼队要活下去，不能每次都靠王爷。你想怎么做？立合作。就现在。今日规矩立住，明日才不乱。说。王府出工具、渔船，出冰凿、通道，我出人手、钓法，出鱼群判断，还有分配规矩。渔获怎么分？3份，1份供军营，1份换物资，1份留给贫弱。王府出工具，沈鱼出人，渔获分3份。字写的不错。谢王爷。出鱼全要记账，谁偷懒少分，破坏鱼窝逐出鱼队。我负责搬鱼，谁偷鱼我抓。我会腌鱼晒鱼，绝不浪费。我能写契书来记总账。沈安搬鱼，沈柔记账，爹娘管后勤，张叔带人凿冰。行，我干。韩江鱼队由沈鱼暂管，稳定3日。本王给通行牌。姐，我们有鱼队了。黑贝寒暄送军营，大喊李焕米，其余分口粮留鱼子。黑贝寒暄送军营，大喊李焕米，其余分口粮留鱼子。沈姑娘，村里人能进鱼队吗？守规矩就能进。我守。我会剖鱼，会剖鱼的来这边登记。韩江边第一次不像死地，它像个能让人活下去的地方。姐姐，今日账清了，没人多拿。
明日继续按这个来。姐姐，我们以后是不是不会饿死了？只要守住鱼队，就不会。三爷，真就这么算了？正面动不了他，就动鱼。鱼跑了，他拿什么钓？三爷，这倒下去，明天还能有鱼吗？我要的就是一条都没有。姐，这什么味儿？太腥了！昨日收工时，这明明是干净的。有人往冰洞倒死鱼，肯定是田老三干的。完了，今天拿什么交货？姐姐，姐，你说句话呀！都先闭嘴！鱼群散了，不代表没鱼。深湾被毁，寒江也没废。哟，一大早就这么热闹，你还敢来？我路过，今日怎么没人下竿？没了深湾，你们拿什么发财？别动！姐，他欺负到脸上了。他正等你先动手。你没本事留住鱼，怪得了谁？田老三，你知道死鱼血能惊鱼，却不知道鱼往哪儿跑。你什么意思？姐姐，你发现什么了？血水往下沉，鱼只会顺暗流避开。这泡也能看出来。活水泡成线，往下游偏，说明下面有暗流。鱼群受惊，沿下游暗流转移。竟然连试都不试就走！带工具，跟水泡走。鱼队搬东西，大篓背上，冰凿拿稳，长绳别漏下。沈姑娘，可要属下查人？查，但鱼不能等。派2个人守住深湾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剩下的人跟我们。好，下游那片废滩连虾米都没有，你别带人瞎跑。那你最好跟着，看清楚。真有鱼啊！田老三从来这儿。姐姐，水泡到这里变少了。声音不空，开洞吧。就是这里，只开小口试水。鱼群刚受惊，洞大了还会跑。轻点凿，别砸响。装神弄鬼。动了！拉手！有鱼了！废滩也有鱼！沈姑娘找到了！旁边3步，再开一个小洞。姐，这条近的，别硬顶，退半步，放线。1号洞韩鲤1条，2号洞银鲤鱼2条，3号洞青尾鱼3条。这哪是废滩啊，这是活路啊！田老三害人，反倒把鱼赶这儿了。谁害人？少往我身上扣屎盆子！今日不查谁倒的死鱼血，但深湾被惊，鱼顺暗流进了这儿。田老三想断我们后路，反倒帮我们找了新鱼道。多谢田三爷，没看到这一出，还不知道这儿有鱼。你们给我等着！田老三，慢走啊！明日再帮我们找关。别笑了，干活！沿着回水湾开6个洞，每个洞留2根线，轮换下竿，不上鱼立刻停。小鱼放，大鱼入篓。姐，这鱼不如深湾大，可比深湾稳啊！深湾是大鱼过路，不能天天压着钓。这里是回水湾，鱼群会停，适合每日供鱼。那账上怎么记？从今日起，这里叫2号鱼湾。 2号鱼湾，每日供鱼，轮换下钩。深湾暂时封养，3日内不大钓，等水干净再开深湾。以后寒江鱼队不准只盯1个鱼窝。沈姑娘，啥叫封养？就是让鱼窝休息。今日钓这儿，明日换那，小鱼放生，大鱼分批，鱼源养住，咱们才能一直吃。沈姑娘，王爷让属下来问，今日鱼货可还能按数供上？军营鱼不缺，百姓口粮也不缺，进城卖的鱼照样有。属下这就回去禀报。今日出鱼比昨日少，可更稳。姐姐，
2号鱼湾今日出鱼36条，深湾风扬也记了。从今天起，寒江鱼队不碰运气，有鱼湾，有规矩，有轮换。姐，你现在不是会钓鱼，你是会管鱼了。这条江终于不再是冷冰，它开始变成我们的饭碗。是边鹑鱼中周掌柜，他怎么来了？你就是沈鱼，所有鱼我包了，按市价3成。3成？你这是抢！在边疆，鱼能不能卖出去，我说了算。周掌柜，寒江鱼不是你说3成就只值3成。那咱们就看看，除了我，谁敢收你的鱼？你们是流放犯，鱼一旦不新鲜，只能烂在冰面上。你少吓唬人！我们昨日还换成粮了。你开3成价，和抢有什么区别？要不先卖一点，他若真让酒楼不收，拿什么换米？他说的不全是假话。鲜鱼怕压价，若边城余杭联手，这就是软肋。周掌柜，你说的对。姐，鲜鱼确实不能只靠一条路卖。这就对了。所以我不只卖鲜鱼，所有鱼篓搬回去。都搬回去。沈鱼，你想清楚，明日再来求我，就不是3成价了。寒江鱼不进你的鱼行，也不一定会烂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变出什么花样。姐，这么多鱼，放夜会坏的。不是不卖，是换个卖法。大鱼送军营，活鱼送高价酒楼，不走鱼市。绕开周掌柜。对，中鱼抹盐做鱼干，跟行商走远路。这活我会，挂在风口，一夜能收水。小鱼熬汤做鱼丸，卖给码头苦力。鱼子单独腌做鱼酱，量少卖高价。那鱼骨呢？晒干磨粉，伤兵能拿来熬汤补身子。这刮出来的鱼油呢？做灯油，或者送军医处试药膳。一条鱼还能拆出这么多东西？周掌柜觉得鱼离了鱼市就会烂，我们把鱼拆成7样卖，他卡得住鱼市，卡不住酒楼、军营和医馆。姐，这比直接卖鱼狠多了。你要做鱼货？对，鲜鱼被人卡，就做不怕卡的东西。城西有一处旧仓，原本是军中废料仓，空着也是空着，我借你3个月。旧仓地方不大，但有院子，有灶台有井，还能上锁。借仓可以，账上记清，以后鱼部赚了钱，按租金还王府。随你。这地方能用？能不能用，看人。鱼坊名字叫什么？寒江鱼坊。听着就气派。鱼肚洗干净，血水别流，盐抹进去。李婶，盐多了半勺，账上要记。二姑娘现在比你姐还严。姐姐说了，鱼坊第1天不能乱。多少钱一碗？3文1碗，鱼丸另算，热汤管够。周掌柜管鱼市，不管我酒楼的锅。明日活鱼继续送。这鱼干肉厚，路上能放，若每日都有，我全包。姐姐，3日收入比周掌柜给的价高了4倍。周掌柜怕是等不到咱们低头了。他不会等太久。沈鱼，你胆子不小，占着别人的鱼湾，拿着抵押给余杭的渔货，还敢开渔坊？你胡说！我可以作证，申湾早就抵给周掌柜了。沈鱼抢了我的鱼湾，还欠余杭的账。契书在这儿，今日起渔坊归余杭接管。你若不交，我就报官，说你私卖抵债渔货。你们2个还真是把假话写到纸上了。沈鱼，看清楚了，寒江申湾3年前就抵给我余杭了。你私自捕鱼，私开渔坊，已经坏了规矩。没错，我田家当年缺银子，把申湾渔货抵给周掌柜。你一个流放罪女，拿我的鱼赚钱，你放屁！申湾是关水，王爷都说了。哼，王爷说关水不得私占，可我手里有器。田家把捕鱼权抵给余杭，我收鱼，天经地义。沈姑娘，这契书要是真的，咱们渔坊是不是要没了？田老三这狗东西，昨日还抢申湾，今日又说早抵给余杭了。你们2个说完了？怎么还想狡辩？不是狡辩，是算账。
把渔房总账拿出来。是。爹，把王府借仓器、渔队出宫名册、分鱼木牌都拿出来。都在。第一日，浅湾韩礼1条，老人孩子分汤，沈家卫多领。第二日，浅湾出鱼16条，流放队伍按出力分，留小鱼4条放生。第三日，深湾出鱼27条，大鱼供军营，银鲢鱼分口粮，黑子鱼单放。我作证，每日谁拿多少鱼，沈姑娘都让记了，谁也没乱拿。你们这些人都跟他一伙，自然帮他说话。那就不听人话，看纸。王爷既然来了，就请进来验气。王爷，小人只是按器办事。拿来。王爷，此期有3处不对，日期、官印皆旧，深湾仍是关水，无权抵押。我不知道，是周掌柜逼我的。严老三，你敢卖我？是你说的，弄倒沈鱼，渔坊归你，深湾归我，都拿下！王爷饶命，小人一时糊涂啊。他前夜到死鱼血，毁了深湾。你胡说，没有证据。把桶拿出来。伪造契书，私占关水，全部押回边城审办。沈鱼，没有我，你的鱼卖不远。周掌柜，你错了，韩江鱼卖得远，靠的是真东西。姐姐，我们守住渔坊了。王爷，边城急报，暴雪封路，粮车进不了城，军营断供，城中缺热汤，伤兵缺油水。沈鱼，开仓。姐，渔坊仓里是咱们这几天的存货。现在不开，等城里人饿倒了再开，就晚了。我去点鱼竿。鱼竿12架，咸鱼6缸，鱼丸3桶，鱼油4坛，鱼酱2坛。鱼竿先供军营，鱼丸鱼汤送城门周棚，老人孩子先领，百姓按成本价，有钱人高价买鱼酱，利润补贴汤棚。男人搬货，妇女烧水剁鱼丸。鱼队跟我走。每1楼渔货记清去向，军营、汤棚、酒楼、民售分开写。调兵护送，谁敢抢粮抢鱼，按乱民处置。是。沈姑娘，酒楼有大锅厨子，若你信我，我替你熬汤。鱼汤给老人，鱼丸给军营，价不能乱涨。做生意认利，也认命。今日不涨价，那就搬鱼。搬。沈姑娘，军营肉食不够，明日粮车未必能到。姐，还调吗？调。这么大的雪，太危险了。娘，鱼队轮班，每人半个时辰，豆麻立刻换。我派护卫跟你去。要火把、长绳、热汤和干布，人可以少，规矩不能乱。姐，在哪儿？东边西部，小洞试水。第一班准备，沈安、张叔、赵大，半个时辰。出水了！姐，够了。宋城。韩江鱼队由沈鱼统管，城主府出船，沈鱼出人，军民皆从渔坊取货。韩江不是流放地，是我的起家地。韩江上游发现暗河，有从未见过的大鱼群，也可能连着北蛮的暗渡。那就去源头看看。